下一个问题，问问宝宝们怎么在这个纷扰的时代，坚定的被对方选择的同时，也坚定的选择对方。坚定的被对方选择，你不用考虑，宝宝，你足够好，做你自己，自己就会发光，发光就会被吸引。你不用被选择，咱们不用一定要被选择。你够好，如果你对他也好，或者怎么样的话，就 OK 了。坚定的选不选择对方，那是你自己要去判断的一个事情。一定不要老觉得要被对方怎么样，没有必要。你只要不做违心的事情，只要对得起自己，对做的所有东西对得起对方，你就够了吗？爱、自由、生活、生命怎么排序？这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。你说吧，这次让你说。我选择吗？爱、自由、生活、生命怎么排序啊？我觉得肯定是先生命吧，有了生命才能生活下去呀。如果让我选的话，我会先选生命，然后爱，然后生活，然后自由。我跟大家解释一下为什么，就是我觉得生命肯定是第一位的，人的生命嘛，就包括健康也肯定是第一位的。然后呢，我觉得生活为什么会排在爱的后面？因为我觉得你怎么生活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如果你热爱这个生活呢，你就会把生活活得很绚烂，很有温度。不热爱生活呢，生活就会变得很枯燥。所以我会选择先去爱，然后呢热爱生活，然后热爱完生活了以后呢，我就会更加自由。因为我内心是热爱生活，所以我是充盈的，所以我才是自由的。这是我的选择。现在生命在我这里肯定是排第一位的啊，身体健康是第一位。然后其次是什么？我觉得其次是生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经历过生活的奔波，包括当然啊，我不说那种就是一生下来就是那我就不说了，咱们就说大多数跟我们一样的就是大家。我觉得第二个把生活放在这儿，就是我觉得生活你需要去体验不同的工作也好，环境也好，然后为自己去积累财富，因为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但是它很现实，只有你积累到一定财富了以后，你才能跳到自由，而自由了以后，你就可以去体验更多的东西，更多的东西包围了你以后，那个爱自然而然它就来了，你也会更正确的，我是觉得啊，你可以更正确的感觉到它，还有更正确的去理解到它，而不用再去因为一些柴米油盐呀，或者怎么样啊，去把这个所谓的爱去好像要把它想得多么沉重一样。其实反正我是这个意思吧，就是我觉得一步一步每一个都是每一个的地基，就是在我这儿我觉得就是虽然爱排到最后一位，但是它是最重要的那个。说得很好啊。N 人和 S 人的区别啊 ，S 人还是更理性一点，对，更理性一点，当然生活里也是可以有很多爱，只不过这么问了我知道。第一个问题是两个人身体状况怎么样？凯凯还会耳鸣吗？我会的。我的这个因为之前发生的一些事情啊，我就是诊断出来我是神经性耳鸣，然后呢焦虑比较严重，然后这个耳朵还是，他就是之前那个房子嘛，不是，就是每天半夜叮铃咣啷叮铃咣啷，就是每天半夜你睡着的时候，它就会2、3点，就这种声音，咚，它就一下，对我就老是这样，所以它就不行。因为我本身就是对敏感，对我本来就是高敏人群，所以我就是对这种声音什么的，它一吵醒我，真的一晚上睡不着，我就真的literally 从凌晨3点做到中午12点，然后再睡觉。你说这怎么更新？家人们，这怎么弄啊？那段时间真的没有，那段时间更是没有办法。就每天都是特别焦虑，特别烦躁。在上一个房子，几乎有的时候醒了就出门，就不在那个家里待着。对，身体状态，我的身体状态其实还可以，除了耳鸣，然后还有一些精神上、情绪上焦虑的问题，其他的就没有。我觉得我换了新家以后，其实是慢慢在调整，我最近状态好多了。然后我倒不错，你要不要分享一下？我倒不错，身体状况。我现在特别好啊！我现在每天都健康生活，然后每天都锻炼。我觉得我身体特别好。他现在真的吃的也健康，然后呢作息也健康，然后整个人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家人们。我就是那句话，你再把自己累成什么样，你挣了再多的钱，你身体不好都不行。生活节奏可以很快，但是我觉得大家一定是先要注意自己的身体。有些东西该减要减，不可能的吧？因为我知道大家其实也很不容易。我觉得就是尽量让自己起码有一个好的身体和心态，
咱们尽量去控制，或者有休息的时间，咱们也别老就是要刷手机或者怎么样的，然后咱们去体验别的东西。现在对彼此最想说的话，就这样吧，就这样，就这样吧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好好走下去吧，平安健康就好了，其他没有什么太大的期许，做自己就好。对，做自己就好，爱自己就好。下一个问题，哎呀，我想上个厕所。你去吧，你去。睡前会聊些什么？睡前会聊些什么？不会聊，会捣乱。会闹彼此。很少聊啊，就是我们除非就是发生了什么不愉快的事，可能会聊一下，但是很少聊。就睡前我基本上就弄他，然后两个人把自己闹力竭了，就就睡着了。我们最近睡前老爱听那种末世小说，末世小说很催眠。这个问题，吵架的时候会不会想起哪件事情，或者哪一刻让你们决定不吵了，还是要好好的？其实这个是有点重复了的问题。对，这就是刚才我们说的那个。在对方手机里互相的备注是什么？有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？备注啊，就正常的备注啊，就正常的老公、老婆。备注就是这个，没有什么特别特殊的。手机里最舍不得删的照片是哪一张？我找一下啊。我没有，我都不删。他把我所有的黑照都留着。对，我所有的照片我从来不清，我都留着，因为我觉得好的、丑的啊，什么样的乱七八糟的，我觉得都是回忆，你没必要全都是特别精致的修过的照片这样。反正我是特别多吧。他也其实很多了，你硬找，我觉得还找不出来。对，我手机里基本上全都是好玉帝。假设26岁的郝玉迪遇上18岁的刘泽凯，或者25岁的刘泽凯遇上19岁的郝玉迪，这种情况，两个人会谈一个什么样的恋爱呢？然后会不会选择对方呢？如果是现在我遇上之前的你，我觉得我可能还是会喜欢上你，可能还是会，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人，所以我还是会选择就是直来直去，然后特别有责任感的人吧。没啦。我肯定还是会选择你，我觉得我是会的。然后我觉得就是真的会吗？哎，你26岁，我当时是就你想你现在的你遇上最早的我，对啊，你还会选择我？会呀。明白了。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我选择了之后，就是我会比现在处理很多问题，包括很多东西更要果断一点，然后更怎么说呢，不卑不亢一点，然后会更圆满一点，往前看就好了，不往后看。在一起这么久，和之前和现在感觉有什么不同？心态各方面有什么变化？心态的变化，更稳了，更静了，反正我是这样。我也是。你好爱模仿啊。对啊，我就爱模仿你啊，我是你的 big fan， 我是你的铁粉。会不会有那么一些时候觉得对方不像之前那么爱自己了？如果现在对方对自己的态度和行为和之前对比有了差距，该怎么消化这种落差感？有差距，我觉得有差距。你先说吧，不能老我说，你先开个头。我也想听听，因为我念完问题以后，下意识的就会先看。我也想听听你是不是跟我想的是真的一样。不像之前那么爱自己了。我觉得爱其实也分阶段，我觉得就是有的时候你可能刚在一起的时候爱就是很热烈的，但是在一起久了呢，它就会回归到一些比如说更平淡的阶段啊，但是这不是不爱了，就是你如果非要那种很热烈的爱贯穿一辈子，其实也挺累的，不可能，人也是一样，不可能每一天都是天天高能量然后不低落吧。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叫不爱了啊。还有就是如果觉得有了差距该怎么消化这种落差感，我觉得忙一点吧，就是别太闲了，忙一点可能就不会有这种心态了。我是觉得就是人都是会变的，就是当然它是不一定是一个贬义词啊，就是我觉得人都是会变的，每个人都是会成长的，然后会有变化。我觉得他可能哪段时间可能没有那么爱我了，我觉得也 OK 啊。就是起码我的付出是，就我只说我个人，我的付出是没有减的，就是我只要把我自己做好了就行，做好的前提且能接受他现在的这个变化，我觉得我能接受就好。当然我如果接受不了，那肯定没有现在的我们。大家生活里不一定谈了恋爱一定要把它放到生命里的100%啊，就是我觉得大家
对于关系也好，恋爱关系也好，还有别的关系也好，恋爱只能占你人生的一部分，它不是全部。所以你说要怎么去消化这个情绪，那你就是最开始的我们会把这个东西看得很重，以至于会内耗，会很敏感，会觉得哎呀为什么突然这个眼神，为什么这个太敏感也不好，因为把这个东西看得太过100%。就现在我们其实相处的方式是恋爱占多少，各自的生活占多少，然后每个人的朋友圈占多少，然后每个人的家里就是父母占多少，然后自己占多少，然后这样一个大汇总了以后，你其实每天有很多的事情要干，然后因为我觉得人就是这样，你只有把这些东西都占满了，你这个人才是完整的，而不是说就只有自己爱人所有东西屏蔽掉，那你肯定会因为某一个瞬间，那对方压力也会很大，某一个瞬间他可能就是只是哎呀搭了个眼儿，你就会觉得他又怎么了，我干什么了，怎么这样，是不是不爱我那了，因为你没有别的事情，你只有这一件事情，所以我觉得这也不太好。宝宝，我真的在这一段话里听出来你情商真的比我高哎，你情商真的好高啊！我刚刚直接就是宝宝可能太闲了。现在的你们会给20岁的男生什么情感经验？20岁男生吗？我觉得男生女生20岁的男生女生吧，做好自己吧。哎，做好你自己的事，就是不管什么关系，现在最好的经验就是爱自己是首当其冲。有别人进来了，或者比如说你突然有了对象，或者你有了爱的人，但是第一位也一定还是你自己，因为你只有把自己爱好了，照顾好了，你才能有更好的能量去爱对方也好，或者得到对方的爱也好，更正向了。不然如果只是太过关注对方的话，你丢掉了自己以后，整个人会变得特别的暴躁、易怒、敏感，然后也没有自卑，然后也没有事情可以干，每天就只想着他，这样是不好的。最大的经验就是允许自己做自己，允许别人做别人。对，我是觉得就是包括弟弟刚刚说的爱自己，其实不是说让大家变得有多么自私，只考虑自己的那一部分，不考虑别人，就是当你自己本身有很充盈的能量的时候，你才有盈余，你才能把这一部分多出来的爱也好，热爱啊，包括你的积极啊、乐观、好的东西能够传递给对方。我觉得情绪是可以传递的。你自己每天就是你跟一个很开心的人、很开朗的人在一起生活，和一个很悲观、很敏感的人一起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状态。所以我觉得大家要先多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也好，然后心理健康也好，就是让自己变得充盈了以后呢，你的爱人自然而然就会被吸引来。对，是这样。就是大家一定要，但不要倒贴啊。对，而且我是觉得就是你有这些时间，你多去提升一下自己，多看2本书，多去比如说看看自己下一顿要怎么吃啊，明天该干点什么，计划计划，这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老把这个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。觉得好的恋爱关系一定不是让你丢掉了自己，对，但是它不是自私。但是这样啊，可能不到50个问题，因为我感觉大家我们汇总了一下，好多问题重复了。对对方说过最狠的话是什么？分手。你跟我说过最狠的话是这个吗？对啊。你觉得是这个是吧？OK， 我跟他说的最狠的话。好了，我们这个视频不允许伤害彼此，好不好？我怕我说出来又回头又那什么了，我不允许伤害彼此，我们就不说这个话题。的确，你问这个问题也问得特别不好，真的。谁问的？谁问的？自己站出来。家和万事兴。回头记得我们那个直播的时候给我们那个什么啊？给我们至少上个目镜吧。想问问弟弟为什么做饭看着这么有食欲，有特意学过吗？还想问凯凯最爱吃弟弟做的什么？祝你们生活愉快，天天开心，多多挣钱，少遇到烂人。是这样的，宝宝们，这个我做饭的确没有特意学过，但是踩了太多坑了。我以前炒一个菜，绿色的油麦菜，我能炒成纯黑色的，我端到我妈面前，我说你觉得怎么样呢？我妈真吃，然后我一扭头发现吃完了。我再一看，然后我就特别高兴啊，我就端着盘子我就去厨房了。等我回来，我再一看，全在垃圾桶里。但
那怎么了？那善意的谎言嘛，那没法吃，那肯定咸成什么样？我以前倒那个酱油，恨不得半瓶子倒进去，倒完酱油，然后还要抓一把盐扣进去，这纯是踩雷踩出来的。我做饭就是纯是就是我跟你们说，他想吃什么我也不会，我就是搜，然后照着做就 OK 了。但是我觉得做饭这方面确实你是比较有天赋的。你像我也可以看着那个，你还记得我有一次给你做那个什么鱼吗？那个煮鱼，然后我也是同样按照，比如说人家几克几克。不是宝贝，你上来就敢试这种鱼，我都不敢。我最开始做饭，我是觉得反正哪道菜都是挑战，都是挑战。那为什么不挑战更大的？我直接煮了一个鱼啊，我连还要煎呢，那个鱼要先煎，然后再倒汤再煮。全部所有都是按照人家的步骤来的，结果做出来就是难吃，那没办法，这东西真的需要天赋，你有的时候不认不行。当然了，我还是可以好好学做饭给你吃的。那太好了，那太好了，很想吃。他最近在做那个减脂餐，他教给我怎么做了，我也有在努力尝试。你觉得我最近做的怎么样？很好啊，那牛排就是放到空气炸锅里，我说你帮我叮20分钟，就是电子的，就是1、2、3点3下，把它放进去就可以了，就真的做好了。对啊，很棒，好吃吗？有些人可能就是他可能会点错一个，然后就是时间少了他就熟不了。哦，那我拌的那个菜呢？那个菜很好吃，可以的。根本想不起来啊，我做的。我觉得他做的卤肉饭特别好吃。好吃，特别好吃。我想给你们所有人尝一尝我的卤肉饭呀！我说实话，咱俩真的要不要开个那种饭馆的？我身边有好几个不吃卤肉饭的朋友，我说你尝一口，吃了，还有弟弟停不下来了，特别会做虾。忘了你做过一个那种拌的那种虾，特别好吃。拌着虾，我最会做的是炖菜。炖菜我不喜欢吃炖菜，因为我是北方，我就爱吃点炖菜。我不喜欢吃。你喜欢吃什么？其他都喜欢吃。你做他做油泼面超级好吃，家人们，你们如果大家也没机会尝得到，怎么办啊？就下次看看视频吧。很多我觉得他做饭就是他做出来，他虽然不会可能，但是他每次做出来都是那个味儿，都是很好的味道啊。比如说同样是西红柿炒鸡蛋，我做出来和他做出来就是不一样。我的西红柿炒鸡蛋也好吃。特别好吃，而且你中途好像还改过一次做法呢。你最开始做的是那种干一点的，然后后来变成了那种润一点的，对不对？你看这小细节我都不上，因为好吃。对呀。这已经这个点儿了，谁问柏拉图呢？对我俩极其不尊重，极其不尊重。几年了，在这个互联网上，再怎么断更，也不能说是柏拉图吧？对啊，谁造的这个谣出来？谁造的出来？给刚开始自己的恋爱忠告：不卑不亢吧。彼此都要爱自己，别太犟，别太闷着，有很多事情其实两个人可以一起解决，不是说非要你自己去想出来一个什么，两个人可以解决很多事情。你要相信对方，多给对方一些信任，不要像一个小刺猬一样，不要太过于包裹着自己，其实你的坚强在对方看来是一道屏障，这是我对自己最大的忠告吧。对对方有没有秘密？我还真没有我也没有我是觉得是这样，就是我觉得大家有自己的谈恋爱也好，什么也好，跟谁也好，有秘密太正常了。就是我不觉得就是因为谈了恋爱，我们俩都是这样，就是好像所有东西都要跟对方讲。我觉得也不好。就像打个比方，刘子凯朋友就是跟他说的一些东西，他转脸回来跟我说了，那也是对人家朋友的一种不尊重。就我觉得，大家偶尔有点秘密也是正常的。他不是说不对，你就不该跟我有秘密，其实也不对。我觉得就是在人生当中适当的留白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。就是你画一幅画，你也不能画得太密啊，对不对？因为以前可能太年轻了，以前就觉得什么都两个人都要说，什么都要说，我觉得也不太好，有的时候。对的，所以就是有一些留白是很好的，而且我觉得秘密这个东西，你不要把秘密想成一个很坏的，好像我对他有秘密，然后我就犯了什么天大的错一样。其实我们俩其实也会有默契，就像有的时候他，比如说给他家里打电话，或者他跟他朋友聊了天，他可能他不说，我也不问。对我觉得适当留白是好事，反而你就像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秘密啊。如果你有一个日记本，明明上了锁回来，你发现被你的父母翻过，你是什么感觉？就是
就那天我们其实还在说，那天我们见朋友那天也正好聊到这个事儿了，就是这样。你像有些话真的只能跟朋友说，有些话可能就会跟父母说，有的话可能就会跟伴侣说，对啊，就是我觉得是这样的。对，我觉得适当有秘密是好事儿啊，每个人都要有属于自己的留白，对，就是你属于自己的东西，一定是完属于蛋自己的。了，真年龄大了吗？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经验，大家问的问题就是这方面的， OK 我们就诚着。我们不会说一些那种很美化的词汇啊，比如说啊，爱情就是要甜甜甜，两个人之间就不该有秘密。过来人，其对，实他也不是，他就要什么都得告诉你，其实不是这样的。问会不会反攻啊？大的都留到最后了，是吧？没电了，正好快拍完了。耶，正好快拍完了。我想会不会反攻啊？说实话不太可能，因为刘德凯之前跟我提，他每次一提，就是在那个很关键的时候，他突然要提，他是真的会生气，他一提我就下头了，所以我说生理性就下头。对，所以说宝们，你们真的不要再问这个问题了，因为他是真的会不高兴，逗他，我试探他一下，他都会不高兴的程度，他真的会跟我翻脸。的确，对，他会翻脸的程度，他真的会生气哦。现在频率问题啊，刚刚结束。